好黑耶！操！日本狂人疯狂踩踏中国小伙，直至把小伙打断气才肯善罢甘休。这家伙的残暴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。其后还在赛后大放厥词，直言羞辱中国小伙的人格，声称小伙是走了狗屎运得到了眷顾，只是被打进了 IUC 而已，并没有被打死。这家伙究竟是谁？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语？他就是来自日本的格斗天才袁鹏熙。这家伙9次来华9次获胜，在19岁的年龄能获得如此耀眼的战绩，足以证明袁鹏熙是真有2把刷子。仗着自己在华9战9胜，便放出豪言中国没有能打的，全部都是小菜鸟。然而中国乃是泱泱大国，岂会惧怕一个日本的格斗天才？19岁小将吴铁印霸气登场。别看吴铁印年龄不大，但他身后跟随的2位选手可不简单。一位是仅用6秒就把日本拳王打自闭的阎锡波，另外一位是曾把日本拳王打上担架的张立鹏。有了这2位的协助，吴铁印可谓是如虎添翼，锦上添花，是要把袁鹏熙打得他老妈都认不出来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小将吴铁印率先发难，直接将袁鹏熙带入到了地面缠斗。为什么阎锡波和张立鹏不上擂台教训袁鹏熙？那是因为杀鸡焉用牛刀，真要是把袁鹏熙打出了个好歹，恐怕别人要说他俩欺负日本小孩，唯有同龄人出战更为合适。从这个进攻攻势来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日本格斗天才触犯了天条呢。现在对手把他放在半封闭的姿态里面，就是1条腿夹在下位凶手的2条腿里边。好，抢把位是综合格斗非常重要的一个，这跟摔跤的抢把非常像，是的，处在有利的位置上。好，双方因为在绳边没有办法继续实施地面的动作，所以要回到场地中央。因为吴铁印的进攻攻势太过猛烈，裁判不得不把2人拉回擂台中央，以免掉出擂台。处于上方压制位的吴铁印不确定性的肘击进攻，也是让袁鹏熙吃到了很多苦头。可惜袁鹏熙被压制了，就跟哑巴吃黄连一样，有苦说不出。姿态反而会遭到打击，这个是一定跟纯粹的倒伏柔术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柔术里，控制与反控制变得特别重要。对，现在下位选手在努力的移动胯，把膝盖垫进去，仍然是半封闭防守的姿态，有1条腿，吴铁印的1条腿在对手的2条腿控制之内。对，因为这条腿被控制了，所以就整个身体的移动和动作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日本格斗天才，打起架来十分威猛。如今一见未必如他所说，被压在地面上的袁鹏熙任何动作都做不了，只能限制吴铁印的手臂，等待反抗机会。反观吴铁印虽然被限制了双臂，但吴铁印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袁鹏熙的压制。这个日本防守也很不错，其实对的，控制住对手的腿、胯和手臂，基本上上位选手就没有优势了。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日本选手的地面技术非常的娴熟，而且意识很好。对，他在控制他。我们看一下，腿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进入了蝴蝶。吴铁印在过腿，如果能，此时的袁鹏熙就像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小乌龟，不仅限制着吴铁印的手臂，而且还限制了吴铁印的大腿。然而吴铁印可不是轻易服输的小伙，即便被袁鹏熙拿到了脖子，吴铁印的进攻攻势依然没有减少。胆怯2个字完全不符合吴铁印的人设。位置和空间，对。所以从这一段来看呢，对手的实力是很强劲的，地面上没有取得劣势。对。因为双方都没有建树，所以站起来重新进入站立。对，再冲上去，继续。吴铁印打得很主动。对，看看摔怎么。夹颈摔，日本选手启动了夹颈摔，并且成功了。双方再站起来。好，吴铁印还以一个小绊子。对，好，这个有了位置，来留开。刚才回到站立的袁鹏熙，还没有在站立上待1秒钟，就被吴铁印带入到了地面缠斗。再次被带入到地面缠斗的袁鹏熙可没有那么好运了。挨到重击的袁鹏熙非常老实，根本不敢轻举妄动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反抗都不敢实施。这吴铁印还是打中了几次肘击。现在日本选手在一胯，可能要重新恢复到中间位置上去，在下旁边了。裁判要干预了，因为再这样下去没有办法做动作了。是从一个全封闭的侧身防守回到场地中央继续。对，毕竟日本格斗天才在华9战9胜，
没点实力也不会获得如此耀眼的成绩。对中国选手的打法自然十分了解，但吴铁印的打法就是那么简单粗暴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都无法阻挡吴铁印压制袁鹏熙。想回到站立对拼，根本没门。把头推开，我觉得他是希望把那个手给他夹到对方的那个腿里面。哦，小心！好，这个时候不要把脖子留给对手。再次半蝴蝶啊！这个日本选手的防守非常好，一直没好，这个有点空间了。最好别让吴铁印找到进攻的机会。长时间被压制手臂的吴铁印彻底暴怒，竟拿脑袋撞击袁鹏熙。看来吴铁印已经被打出了火气。躺在地上的袁鹏熙十分无奈，根本没想到吴铁印对日本人如此残暴无情。重新回到这个，因为做了犯规的动作，套黄牌了。这个不许用头部进攻，对，所以这样的话有个扣分，所以必须要取得绝对的优势才能获得比赛胜利了。对，获得黄牌又如何？丝毫不影响吴铁印暴揍袁鹏熙。整个回合5分钟时间，吴铁印却暴揍了袁鹏熙4分50秒。照这样打下去，日本格斗天才很快就会陨落拳坛。最好别被吴铁印找到机会，一旦找到机会，绝对有袁鹏熙好果子吃。看综合格斗，没错，对。我自己的感觉是综合，就是看自由搏击有时候比看拳击其实更丰富。是的，对。那么综合格斗就更丰富了。对，而且一旦大家学了一些综合格斗的基本技术和规则之后啊，你看懂了之后，你会觉得太有乐趣了，真的像下棋一样。是。好，第二局比赛开始了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吴铁印像是得到了某种指令，不把袁鹏熙打死，貌似没有晚饭吃。果断的出拳打的袁鹏熙再次陷入被动。压制袁鹏熙并不是吴铁印的最终目的，而是要把袁鹏熙打服，打得袁鹏熙不敢踏入中国的擂台打比赛，这才是吴铁印的最终目的。对，这个位置对手啊，下位的对手非常难受，因为起不来，动不了，起不来，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，只能搂头。上位选手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体重压制住对手，而且还可以使用窒息或者。年仅19岁的袁鹏熙虽然在华获得了9连胜，但这种打法他绝对没有见过，甚至没有办法破解吴铁印的打法，只能限制动作来拖延时间。不过拖延时间也不是个办法，对于袁鹏熙来说，不限制吴铁印就要挨打。对这个，这有两个。但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膝盖攻击头部，3点支撑不能攻击头部。对，这个起来了，重新要恢复到站立位置，可能在绳圈的边上做不了动作，所以一定要重新分开再来。对，抓住时机，看看谁能把谁再次放倒在地面上。这个危险要回来。这个局被推出擂台的袁鹏熙显得十分有气无力，即便回到了站立对拼，袁鹏熙的状态也丢失了很多，已经无心再和吴铁印展开正面对抗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日本格斗天才袁鹏熙显得十分弱小，并且非常不堪一击。还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，只是在地面的下位时间比较多，受到了砸击次数比较多，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。对，所以他9战9胜也不是白来的。对，地面的意识非常清晰。这两个都是19岁的小将。是。好，这个又是脚底下一半，把日本选手放在下位。这是中国式的。第二回合已经进行一半了，袁鹏熙依然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。只要袁鹏熙敢放松警惕，那么吴铁印的重拳就会迎面而来。19岁的袁鹏熙怎么见过如此恶劣的场面？殊不知，中国人对待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，全部都是往死里打，不留情面。再说了，中国和日本那有什么情面可讲？不直接打死已经够仁义的了。吴铁印想要把头抬起来，用肘压住对手的脖颈，回到中间位置去。对，
这个对双方的体能消耗都非常大，地面战非常消耗，非常消耗体能。哦，漏了一个破绽，再次下前。啊，勾腿，又是这个摔法。对，这摔法已经第3次做。从袁鹏熙的表情就可以看出，这家伙已经害怕吴铁印了。自从比赛一开始，吴铁印就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，不是在压制袁鹏熙，就是在暴揍袁鹏熙。一个年仅19岁的小伙能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，这是袁鹏熙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加重出来，用手击，拳击，小的肘针的动作非常漂亮。对，这也是吴铁印的招牌的动作，但这次日本选手控制他的距离控制非常好，没有完全发挥出来。但其实对日本选手来讲，他有个劣势，就是他始终在搂着对手的脖颈的话，手臂很快就没有力量了。对。终于挣脱束缚的袁鹏熙还没着急起身，吴铁印又再次压了上来。无奈的袁鹏熙只能搂抱，其他别无他法，要么就是被吴铁印狠狠暴揍。全程都在处于防守的袁鹏熙，体能消耗绝对要比全程都在进攻的吴铁印大很多，低消耗也非常大。这个防守不像刚才那么严谨了。没错。现在还是半封闭，这可以走击，把手拉起来进行走击。日本选手只有固定这一条方法，他没有找到更好的在地面上应对的办法。所以对吴铁印来讲呢，他需要这个走击很重，找到机会，这个找到机会，对，能够连续做出小幅度的4次走击，力量都很大，这个训练的功力非常强，说明裁判再次将比赛拉回中心点。然而此时的袁鹏熙已经用爬来行动，看来体能已经消耗到极致了。还没等比赛开始，吴铁印的重拳已经等不及了，收到了一张黄牌又如何？还不是被吴铁印追着暴揍。还有10秒钟，第2回合比赛结束。这个吴铁印有这个实力，因为从战力来讲呢，他大摆拳威力很大，对，力量很大。两个人一旦缠抱呢，他这个脚底下一半的这个摔法已经3次生效了。对，而且每一次倒地之后，他都能保持在上位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。他力量还是占一定优势。对。一定要冲上去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10分钟的比赛已经过去，袁鹏熙一个有效进攻都没有，即便拖到了比赛结束，那也没有任何胜算。占据大比分优势的吴铁印再次对袁鹏熙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猛攻。好，再次吴铁印上位，半封闭，这腿要能撤出来就好，这条腿。2次连击肘击，这个过腿啊不太容易。切膝过，出来了，扯压了，提成，这个好，提成是极大的优势位置，日本选手马上起桥，来往上去，对，再次把它放到这个逃脱的动作，充分体能消耗完毕的袁鹏熙只能挨揍了。吴铁印的肘击就像钢刀一般锋利，连续的肘击彻底让袁鹏熙放弃了防守，接着就是肘击狂砸袁鹏熙的狗脑袋。一个19岁的日本小孩究竟经历了什么？竟被打得如此狼狈。终止了 ，PKO 了，对 ，PKO， 霸气十足，对。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像吴铁印这样的爱国之士，教训日本人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。19岁小伙能有如此觉悟，而且实力还这么强悍，真乃是中国拳坛100年难一遇的搏击天才。最终吴铁印获得了胜利，比赛时间一共10分钟50秒，袁鹏熙能喘气的时间只有短暂的30秒，而且还是趁裁判调整位置的时候才敢调整，不然让吴铁印发现袁鹏熙在喘气的话，吴铁印又该往死里打了。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